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秋冬吃什么暖心暖胃的甜品最适合呢？来到陈皮红豆沙怎么样？今天给大家分享2种做法。第一种当然要分享超级快速的掏夹煲做法，因为我是有名的懒主妇，一定要分享掏夹煲。那当然传统正规做法也会一并分享。想喝这道甜品的，快手刀光速立刻马上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叫他做给你吃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备料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首先来介绍一下主角红豆。台湾的红豆种植的很好吃哦，不会有什么苦涩味，所以不太需要前处理，基本上洗干净就好。新鲜的买回来尽量不要放常温哦，放冰箱冷藏或冷冻。如果放常温很容易老化变干，就会比较不好煮软，需要浸泡。另外会用到的是陈皮，这个在中药材行就可以买到。简单的说，陈皮就是晒干的橘子皮啦。中医认为可以健脾胃，还可以治疗咳嗽痰多，但这个白膜的部分带苦涩味，所以要先泡软后去除。这个量也不用多，1小块就好。我们直接泡热水，泡个10来分钟就可以软化，可以用刀背来刮除白膜。但我后来发现哦，直接用金属汤匙来刮更方便更顺手。但提醒一下，有些人就是认为陈皮是中药材，比较敏感一点的小朋友会比较排斥，所以大家尝试的时候要斟酌一下，千万不要做出来之后呢大家都不敢喝，这样就可惜了。直接把去掉白膜的陈皮切或剪成细丝。第一种掏夹煲的手法呢，就是运用豆浆机，直接一键就帮你做好了，超级方便。不过我这边实测的结果，建议大家红豆的部分因为真的太硬了，红豆坚硬的程度比黄豆还硬，可以的话建议先用热水泡个2个小时，再放入豆浆机一键完成。如果不泡热水的红豆，其实也还是可以做成功，只是细腻程度比较差一点。因为一键完成已经很方便了，所以我觉得泡个水不麻烦啦。然后要参加优惠团购的朋友，再麻烦注意一下这2天的卖场连结，提醒一下大家，用豆浆机做出来的红豆沙颜色会比较淡一点，特别是跟压力锅做出来的红豆来比。我想应该是压力锅的温度比豆浆机更高一些，所以会造成成品的颜色比较深一点。那这个就是豆浆机做出来的颜色。糖的部分要不要加看自己哦，当然是加好吃啦。想更健康的可以用零卡糖或是罗汉果糖这类的糖哦。没有豆浆机的没关系，就用传统的这个版本。这个版本的原则呢，就是先把红豆给煮软，接着把豆沙给洗出来。这个红豆不需要浸泡哦，直接洗干净就好。一样用快速省电的方法，直接设定 IP 锅高压12分钟，然后等待自然泄压就可以了。是的，你没听错哦，洗干净的红豆不用浸泡，高压煮12分钟，自然泄压就足够了。再加长时间煮，我觉得是有点浪费电了。自然泄压完成的红豆已经是米桑，这时候直接来吃其实是可以的。但是传统手法呢，会把这个皮给洗掉。传统洗沙滤皮的方式口感的确很细腻，但我们现在工具很多也很方便，其实直接用破壁机来打效果也是很好，就不必洗沙去皮了，直接打细腻，那就会跟刚刚豆浆机的成品一样是含皮的。那我还是示范一个洗沙的成品给大家看，基本上要让滤网浸泡到水中来清洗，这样子豆沙才会留在水中，去掉沙的皮呢才可以留在滤网上，甚至陈皮也可以一并滤掉。然后这个渣看你要怎么利用咯，想吃还是想丢看自己。剩下来的红豆沙呢，我们再次的滚沸，记得加入1小撮的盐解腻解胀气，一样可以加入冰糖或是零卡糖、甜菊糖，然后搅拌一下溶解这个糖。现在是热的时候感觉比较稀，放温凉之后呢，浓稠度就会出来哦。如果想要更稠一点的，可以把汤汁再收一下没问题，然后甜度的部分都可以再微调哦。喜欢的人也可以加上汤圆也没问题。那这个放凉放冰箱之后会变得更浓稠哦，是正常的。超好喝的陈皮红豆沙，狗顶。陈皮红豆沙，等你交作业咯。Don't know how
much you mean to me, baby. I can't put it in words. You don't know how much you give to me, baby. You keep making me learn, yeah. You're like a painting hanging on my. 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立马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